这里是一个好像拍照的地方。对，进去看一看，试一试要吗？要，我要试一下。哇 ！Oh my goodness！ 有没有更夸张的头发？Good morning！ 今天的这位部长呢，约我来到慈源小贩中心吃早餐，不知道他到了没有？去看看。耶，哎，在那边 ，Let's go！Hello， 嗨 ，Joanne，Good morning， 早上好 ，Morning。哎呦，你这么早就来了，让你久等了。对，我放了孩子在幼儿园，然后就来这里吃早餐。哦，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来，我带你去。对，没有手袋。哎，没有手袋啊！你要喝什么？Kopi O Kosong， 给我们一杯 Kopi O Kosong， 还有一杯茶。我比较高尚，给来2块半。有收配拉吗？没啦，有，好有了，收到了，谢谢。你们会不会觉得现在这样比较方便？OK 了，这个是蛮方便一下的。那你现在就是用现金付款的人，跟用这种数码付款的那个比例会？新的比较多，老的比较少。还是有用现金买。对，其实我记得我刚刚来这里开始吃东西的时候，你们本来没有收配拉，然后是要用钱。过了几个月，就看到你们的 QR code 出现了。我老板申请了就有。呀，好，谢谢，谢谢。来，我们拿好了哈。你的好健康。这是我们豆浆油条。来吃什么？来吃什么？我要油条。油条啊！我要那个萝卜糕。萝卜条啊！我最喜欢的。哎，这里有收 CDC， 我看我的 CDC 有没有够不够？我给你4块钱。CDC 啊，可以，好过了，谢谢。好，谢谢。那老板想问你，会不会很多人来用 CDC？每天都有了。每天都有对。你觉得这个购物金券有没有帮到你的生意？有至少都是有帮助，有10到20%差了。刚才我们在说，其实我们都不带现金了，对，都是带手机而已。对，现在比较多的是没有看到现金了。好，那祝你生意兴隆，谢谢。谢谢你。OK， 好，来，终于能吃早餐。我刚才听部长跟我说，你一般早餐都不吃。对，其实有学前的那个年龄的孩子的父母亲都会了解，其实早上好像打仗一样。是，孩子起来的时候，然后就会哭哭啼啼说不要去读书，然后把他们包进车里了，送到学校，然后就看时间，差不多迟到了。就是赶去办公室里，然后就开始做工，通常是这样。那其实现在你担任的是我们的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嘛？对。你的工作是什么呢？其实很多时间是花在参加活动，例如我现在是所谓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的主席，很多推广华文学习的活动都是需要我去参加。数码发展方面，其实我是管理那个 Government Technology Agency， 主要是让我们政府的那些设备、那些 services 用数码的那些科技来服务人民，改善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也花时间请我们的居民、乐龄人士来帮我们做那个 user testing。你看我们做 CDC 保折，有些人也问说，为什么我们不把那个保折放成一个 wallet， 800块钱给他们自己按？对啊，要不然像刚才一样，我们不是4块钱，然后我们还要额外又再用另外一个，对，为什么呢？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些乐龄人士或残障人士觉得自己比较习惯用以前的现金。现金就是2块钱、5块钱、10块钱，他们用的时候已经习惯。你突然间跟他们说，现在给你800块，你自己去按，他们会怕。这些东西都是有尝试过，然后有问过人家这样子好用吗？不好用。最终决定的就是用这个10块钱、5块钱、2块钱。为什么你会对这里那么熟悉啊？其实竞选之前。我的大儿子他今年4岁，他已经在这学那个体操的课。其实我们自己家庭的活动，很多都是在红帽桥区里面的。等一下我带你去一个秘密地方，给你参观一下。好。哇，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粉红色的钢琴。对，来部长。
让我们大家都有耳福吧。我听说你除了会打球，你也是会弹我是琴的。比较会打球，比较不会弹钢琴。不要急，可以，你就来简单的试一试，反正随便弹了过后，你们也是会拍掌，对不对？弹一首大家都会的。部长，我们有任务了。是你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哎，这个我就很难说，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任务。用 AI 创作一首曲，一起演奏。好，我们要跟他说 compose。他们没有说难度哦，我们就 simple 啦，simple nursery rhyme for piano。这几个 notes， 应该可以了。应该可以啊，你说的可以啊。你弹右手，我弹左手。你弹那个 main melody 啦，我弹后面那个。要急着 paper stone， 然后看谁弹 melody。他们要录声音耶，他们可以不要录声音，他们可以把手扳的音乐放进去。哎，应该。我们那边我们就演就好了。Yeah， OK， 我是这里啊，1、2、3。你看到哪里了？我这里了，看到这里了。OK， 重新。OK，ready go。你看到这里吗？OK， 这里重新开始。哇，谢谢大家，谢谢。部长，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我一直听你离不开你说你孩子。对。那你既然孩子都那么小，你为什么会想要从政呢？其实现在有时候周末做工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很内疚，自己的孩子周末的时候有时候就没看到妈妈。第一胎我大的儿子是IVF 的 baby， 我们结婚过后8年后才生了他。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也等他等了8年。然后那时工作也已经算是 OK 了。每天就是想着怎么陪他，怎么跟他玩，而且我跟我丈夫都已经找到了一个所谓的节奏。有时候是他在，有时候是我在孩子，可是到了回家都是大家就开开心心的玩，整个晚上都是开心的玩。天空中的月亮，月。哦，这个平衡这个字。其实是 not real 的 ，not real， 真的是 not real。你们要找到什么 work-life balance 不可能的。我也是非常认同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有机会找到一点 work-life integration 其实竞选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跟他们解释，妈妈现在去做的工作是为了照顾新加坡、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就是这样子开始跟他介绍。然后我们社区有活动的时候，我时常会带他们一起出来，然后就有机会跟他们说，其实为什么有些人需要比较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其实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当然看有没有什么 family friendly 的活动，才再带着他们去。这个9月27日，我们有一个我们在我区里面的 grandparents night，我就请了父母亲，还有带着孩子都一起去。其实那晚我们也答应了我的那个义工们说我会表演。哇！然后自己就拉了哥哥跟妹妹也一起去表演，因为那天刚好也是我爸爸的生日，所以我们就趁机一起庆祝。其实慈园不算是我的区，可是过一条马路就是我的区，不然我带你过去我区看一看，好吗？好啊，不过我看在下雨，所以我们不需要过马路。我们有一个民情号，其实就停在楼下，你看一下。好，来。可以了。
我们的民情好，当当当当。我想我们两个也蛮接近的哈年龄，然后再加上又有小孩，那最近嘛，不是有很多关于那些孩子啊，向 AI 倾诉嘛？你会担心孩子们以后倾诉的对象是 AI 吗？我其实也不知道，AI 有那么多功能。过后我发现的时候，才自己觉得很担心，因为当然我会觉得自己孩子希望他们长大的时候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真正的朋友。我不知道 AI 告诉他们的东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自己是觉得最重要是父母亲需要有一点资源或需要一点帮助，先要帮助父母亲了解现在 AI 的用途，有时候也是要告诉父母亲现在 AI 有多危险。不是每个父母亲都知道。我自己个人的体验，当家长说，哎呀，如果我不给孩子这些手机啊，他们会不会变得好像在学校的时候，每个朋友都有，他们是不是会落后？会不会变得好像孤陋寡闻？其实我觉得不会。包括好像我女儿现在10岁嘛，我孩子没有手机，那同学都有，她一直想要，但是我的立场就是，你们还不能够有这个责任心负起，而且你们不需要。我是觉得自己要帮孩子，可能讲也容易，可能我孩子大的时候也更难。我是想要帮我孩子找到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乐趣 hobby。部长，你带我来看这个垃圾桶啊？这个是特别的垃圾桶，是我们的智能回收箱。哦，其实我们就是想要用科技来帮助我们这里的居民。其实我们也是要鼓励他们做那个回收。Hello， 你们好，不好意思，哎 ，Hello， 早上好，哎，你们好，你们好。问你一下，用这个回收箱是谁教你的？怎么用？我是来这边楼下做等朋友，然后有人在这边 set 这个系统，然后他就问我，安迪你有没有兴趣？我教你。哦，他就帮你在手机上download 那个 app， 然后教你怎么放电话号码。简单。下一次你来的时候就自己会用了，就自己会用。听说这个我们可以积分啊，我要问，听说这个放了可以累积那个分数。对。它是靠重量来量，对不对？虽然不多啦，只是说玩这样，反正都有环保的意识呀。当做有一点简单的游戏来鼓励大家来环保啊。好厉害！你们会怕跟不上这些科技的变化吗？不会啦，因为我们一直要学习。因为现在你去哪里全部用上网买东西对，然后用手机 scan， 也在学。还是挺容易的哈。对，那非常感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继续活到老学到老。谢谢你们，拜拜，慢走。部长，我看好像还在下雨，不然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好啊。你在就是这一区嘛，也刚刚就是4个月吗？5月开始吧，4个月，现在已经4个月了。所以你的第一次的那个 Meet the People Session 的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每一次的那个 Meet the People Session 都会有一点紧张，通常是如果他们家庭里面有什么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做议员也很难帮他们解决家庭里面的纠纷啊。我先告诉自己，其实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最重要是他们要感觉到，有人听了他们的故事，听了他们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担忧和辛苦。最近我的 Meet the People Session 有一个爸爸，他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他来了。他说他的儿子，好像是中风进了医院，然后他的问题是医院跟那个保险公司正在吵，然后下一个星期他又回来，是不是问题还没解决？他说不是，我今天来是买一点点心给你，我很感激你花那个时间跟我听我的问题，所以过后这个问题解决不解决，也不是最重要的。有居民来跟我们说声谢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接下来在你的这个区呢，你会有什么计划吗？我们虽然这区算是很多乐龄人士，其实还没有建设那个 Active Aging。
对，所以我们明年应该会有2间，一间在这里，一间比较靠近后港那一边。我要把它设计得好，活动方面都要配合居民的兴趣。希望他们可以把他们从屋子里带出来，把他们带进那个 Active Aging Center， 帮他们也扩大他们的生活圈子。那除了这里之外呢，你是不是还要带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对，我想带你现在去乌节路逛一逛。逛街，这么好？其实我们有小朋友的啊，做家长现在很关注的就是这个荧幕的时间嘛。对，你的孩子还小，我觉得你还可以控制吧。我们就是找不同的活动来跟他们一起玩。当然，其实对家长来说是很累，因为每1分钟你都要陪着他们。Hello. So I'm about to pick my 2 little boys from preschool, and I thought I'll give everybody an update how we're doing in cutting screen time at home. 可是我们最近就觉得自己要尽力。其实过后，现在可能有10多20天了，他们也没问了，也没问说要看电视。我们家里是没有电视机，所以孩子电视机根本不是个选择。然后平板也没有嘛，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才需要用到。其实有家长会告诉我说，不容易，因为其实偶尔用那个荧幕当作是 babysitter。是。其实我也很体谅，因为好像有一段时间我在喂孩子吃饭的时候，我真的差一点放弃，很想要拿那个平板就放在那边给他看，然后你差一点放弃，我放弃过啊，你放弃我也放弃过，就觉得很容易啊，开了那个荧幕一口一口很快就吃完了，对不对？哇，然后过后，然后就觉得很内疚，为什么靠着这种方法来喂，然后就说 OK 不要用了，自己有时候在他面前自己唱歌，自己讲个故事，自己讲故事。所以很多家长尤其是有小孩的家长，他们其实最关心的是孩子们所看到的内容吧？我猜其实有差不多81%的家长告诉我们，他们都会担心孩子在那些荧幕看的那些内容。对，因为我对他们来说好不好？而且我们在那个 survey 里面也发觉，其实很多小学生在周末的时候，很多有看超过4个小时的那个荧幕。我觉得家长也没那个时间、那个精力去慢慢的查。那现在你作为妈妈，如果你不想给孩子看荧幕的话，你会跟孩子做些什么活动呢？其实我每天做工回家之前都会自己要想一想，今天回家的时候是读华文书吗？还是画画吗？还是玩那个 magnetic tiles 吗？他们就会有那个期望的那个感觉，回到家里就不会想到要看电视。这个是黄梨，蘑菇，七是什么？启示。很多家长都说他们是爸爸妈妈都是做工的，没有人有那个精力或时间去想，然后去安排。可是有时候要 rotate 一下有时候是爸爸做，有时候是妈妈做，这样子大家比较分工合作，还有机会成功。部长，你怎么带我来到这个这么特别的一个 time traveler？Time traveler，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SG60叫做 Heart and Soul 的 exhibition。OK， 我们是要用科技来帮助我们国人想象未来。哦，哇，好像很有趣哎，因为我刚刚看到好像这里是一个好像拍照的地方。对，进去看一看，试一试要吗？要，我要试一下。Wow!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is? 有没有更夸张的头发？我的很 off 嘞，你看我的头发。Is that you? I'm there. Oh, that's you. That's me. That's me. Yes. So funny.
But are you ready to accept that? None. Oh, that's such an exciting thing to wonder about. But the beauty is that our 他不给你答案。 owns the way. Whatever path we take. 我刚刚这个跟我的未来通电话，让我真的觉得我们的人工智能潜力无限。对，那我们以后是不是也会长生不老？本来刚才我也想问一问未来的自己，我那时候是几岁？其实我想，我们现在做了妈妈之后，多多少少会想到这一点啊，就是寿命啊，我们自己可以对活多长时间啊，或者如果万一中途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会不会怎么办呢？孩子怎么办？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顾虑对，因为我是38岁才生了第一胎，嗯，然后偶尔会想到，我觉得大多数母亲都有想过，对，如果生了孩子过后，孩子还没大的时候，自己如果出事，不在了，怎么办？怎么办？有时候就想到会自己无缘无故会哭。是，其实我也想过，现在人工智能也是给我们一个可以把我们的这些 memories 放在一起送给孩子有时候想的有点怎么讲 morbid。可是我也有想过，如果自己真的出事了、不在了，以后孩子还可以用人工智能跟妈妈说话。他还可以打一个电话，问以前的妈妈说：“你现在在哪里？好想念你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部长陪着我，还教我弹钢琴，还从早餐请我吃早餐到带我来这里。也谢谢你陪了我走了一整个早上。其实我们就是想要用这个科技来告诉全国的国民说，其实我们不用怕科技，科技也能带给我们很多机会，很多新的价值。只要我们慢慢的去了解，然后慢慢的去学习，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不知不觉我已经跟4位部长探访民情，第5位部长会是谁呢？不告诉你，下期揭晓。